今天我们来说说巴巴多斯。巴巴多斯也被称为鲱鱼之国。这个加勒比木的地位于西印度群岛的小安德烈斯群岛，据说是朗姆酒的发源地，也是著名啤酒厂的所在地。例如该伊山酿酒厂，该酿酒厂自1703年以来已营业了300多年。当你在巴巴多斯旅游或居住时，您将能够参观超过1500家朗姆酒商店，它们的品种令人难以置信，适合各种口味。该岛最初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又被称为小英格兰，直到1966年。通过谈判脱离英国王室而获得独立。如果您正在寻找多彩的夜生活、美好的购物体验、美味的食物、舒适的度假村、海盗历史、海盗文化、美丽的海滩以及世界一流的景点，那么巴巴多斯可能就是您的最佳选择。那么，什么是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证？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证被称为巴巴多斯欢迎印章，是一项于2020年6月新推出的项目，允许数字游牧民族在岛上生活和工作。这种数字游牧签证是在疫情之后推出的，希望能够振兴其遭受重创的旅游业。那么，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证和旅游签证对比有什么好处？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证比传统的旅游签证更好。好处之一是所得税，更确切地说是没有所得税。持有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证的数字游牧民无需向巴巴多斯缴纳任何当地所得税，这为全球数字游牧民族开创了诱人的税收政策。巴巴多斯远程工作签证的另一个好处在于，访客可以在该国停留的时间长短。所有签证持有者均可凭文件在该国逗留最长12个月，通常是旅游签证6个月的2倍。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证要求，数字游民必须满足远程工作签证资格的标准相对简单，具有以下必要要求：有效护照，申请人的护照必须在整个签证期限内有效；远程工作证明，申请人必须能够提供远程工作的证据。申请人必须能够证明最低收入为5万美元每年，才有资格获得数字游牧签证，其中2000美元签证申请费也是不小的开支。对于申请巴巴多斯游牧民族家庭，这一数字将增加至3000美元。家庭状况证明，能够提供证明家庭关系的文件。健康保险，申请人必须出示在巴巴多斯城堡的健康保险证明。重要的是，所有申请签证的数字游民都必须满足标准，以避免申请过程中的延误。如何申请？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证的申请流程是全球最顺畅的流程之一，整个过程可以在线完成，无需数字游牧者或数字游牧人员前往与大使馆或领事馆开会。相反，巴巴多斯欢迎在线完成申请。当然，你也可以在12个月之后再次续签数字游牧签证，使用相同的表格和流程。所有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通常会在7天内得到处理，这是所有数字游牧签证中最短的签证等待期。一旦数字游牧签证获得批准，申请人的最后一步就是支付签证费。申请费是较大的签证费之一，个人申请费用为2000美元，家庭申请费用为3000美元。值得庆幸的是，这笔付款是在数字游牧签证批准后再缴纳，从而避免付款后拒签的风险。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证在获批后28天内必须付款。为什么选择巴巴多斯作为您的下一次远程工作旅行？巴巴多斯拥有白色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该岛并不是特别大，使用主要道路网络时，环岛1周只需很少的时间。这使数字游牧人员可以选择前往不同地区尝试联合办公。我们建议您租一辆车，以使一切尽可能顺利。巴巴多斯的生活费用和生活质量，众所周知，加勒比岛屿的生活成本很高，但奢华的生活方式正在等待着那些富裕的数字游民。巴巴多斯的生活成本比美国高出约23%，这对于熟悉该岛的人来说并不奇怪。然而，据报道，巴巴多斯的租金比美国的平均租金低58%。最后要说，巴巴多斯是一个热带岛屿国家，幸运的数字游民可以使用新的巴巴多斯签证，在这里度过长达1年的时间。但是巴巴多斯的生活质量很高，但这确实是有代价的，因为生活成本高，因此只有收入高的人才愿意去，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巴巴多斯数字游牧签证也是最昂贵的签证之一。该岛的目标对象很明确，年收入最低为5万美元，所以只有高端数字游牧民才有能力申请此签证。